立宪运动在1907年到1909年开始推到了最高峰，就在1910年到1911年形势急转直下，国会请愿运动。就这一次请愿被载沣拒绝，就宣告一件事：载沣成为需要被改革的对象2个月之后，咨议局联合会直接敲载沣的家里的门你今天就给我一个交代。1911年的5月8号，满清政府正式成立皇族内阁，人选清单一公布之后，也就等于宣告立宪运动败了我只能说，载沣就是一个崇祯般的角色，他的平庸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局限，他有心想做，但他无法超越他的身份的极限。他没有预见到立宪的最终结果就是他将失去权利，但是他将保留身份。他没有一无所有，但他所想拥有的都不会再有。这个就是为什么立宪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历史的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历史，来我们的历史讲堂。最近要来聊什么了？我们的师徒思明系列我们最近进入到了立宪运动的下半场我们上次谈到立宪运动已经逐步进入了高潮，然而这个在清末难得得到的一个喘息空间，让清朝可以好好来整顿内部的立宪运动呢，最终却以清朝灭亡的悲剧收场。当然，对清朝是悲剧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了？很多人究其原因所以然，是在最后的时候，你明明要立宪，结果你搞出了一个皇族内阁、满人内阁，丝毫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反映民意。不过，在进入到最后这个皇族内阁之前呢，中国史上第一套的近代国会，还有呢各省份的省议会，通通都已经登场了。这也架构了接下来民国时期非常非常活泼的广开言路的一个状况当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万物锦发的世界，但是呢，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就是建构在清末的最后运动。那到底为什么立宪运动最终会败在皇族内阁？难道这些满族的权贵就这么笨吗？他们就不知道这样搞一定会灭亡吗？其实历史不要把大家都当笨蛋。其实它里面已经有很多各种的缘由。到底清末这一场最后一次由清廷的权贵们、满族的勋贵们所推动的自救运动，为何失败收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当然一样来请教我们的王立宝老师，学长。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学长，这一次刺激了我们。上次讲了老半天，讲这个立宪运动推了半天呢，最后以失败收场留下了一个历史上巨大的臭名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这个名单开出来各个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搞呢？其实，在1907年的时候，载沣当时曾经做了一件让天下都为之一振的事情事实上还把立宪运动往高潮上推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学长？好，立宪运动，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了蛮多，对它的根源，还有它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对不对一般的看法是，立宪运动在1907年到1909年，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就开始推到了最高峰。为什么呢？因为有2件事情完成了嘛。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清朝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1909年所举办的各省咨议局选举。但实际上在1907年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根据梁启超在《饮兵式文集》里面谈到是他不断的传消息告诉载沣，如果在未来一方面要让立宪运动的声势持续上涨，二方面要打击孙文、黄兴等人所领导的海外的革命运动的气焰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争取人心，尤其是海内外知识分子的人心。那要怎么争取呢？他当时就建议载沣将所有过去参与过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的所有的这些革命党人跟我们所谓的保皇党人都给予特赦，就是说满清政府撤销对他们的通缉，给他们一次自新的机会，展现朝廷的大度因为等于是向天下宣告一件事，现在满清朝廷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这时候慈禧还没死，不过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啦就是说未来新的满族以载沣为首的统治核心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就是不会再跟老太婆所当家的那时候一样
计较过去一些旧怨啊。载沣得到了梁启超的指示之后，也很快就照做，就在1907年大概是从7月到年底陆续分几次宣告特赦当时的革命党人跟前保皇党的人那基本上到了年底的时候，除了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另外保皇会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有人算过了，除了这少数的18、19个人不赦之外，其他所有的革命党跟保皇会的人通通特赦。哇，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当时一时之间受到很大的震动当时梁启超就告诉载沣，如果你完成特赦这件事情，不单只是给这一些人一个机会，也给清朝一次机会。他自己不在特赦范围之内因为他是首恶对，他是首恶，他跟康梁是首恶嘛所以一时之间载沣的声望也推到了很高我这个时候只有24、25岁的摄政王，似乎是完全跟过去满族的统治集团的作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梁启超就在日本公开撰文称载沣监国英断因为不久之后1908年光绪跟慈禧都去世了嘛，小皇帝溥仪即位。溥仪即位之后，载沣一开始被任命为监国，后来又担任所谓的摄政王。各位请记住满清入关之后只有2个摄政王，开头一个结束一个开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多尔衮，对不对结束就是我们讲的这位年轻的摄政王溥仪的父亲载沣。隔年1908年，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宪法大纲就出来了然后1909年咨议局选举的完成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们上次有讲过。基本上看起来到了1909年的年底，立宪运动已经距离成功只剩下最后1、2步了，各位因为宪法已经有了，所有的议会机关也都已经选好了，汤化龙、张謇等人，我们今天看他们的文集，他们当时都已经写到准备进京，立刻通过宪法大纲。各位，如果真的表决通过的话，就具备非常强大的民意，因为他们当时都是民选的各位，所以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讲制宪国大这个概念等于是一部新的宪法出来。各位，如果真的行宪了，新的宪法出来，连整个满清朝廷我们都可以说进入第2共和时期。当然这个共和要加一个引号了当然还是帝国，但等于是国家有一个新的法统一样对了，所以甚至于当时整个立宪派都已经对立宪的前途非常的乐观所以对当时的立宪运动来讲，好像是充满成功的机会了可是各位，形势急转直下就在1910年到1911年这1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竟然陆续发生了几件事情，可以说狠狠浇了立宪派一盆冷水哪2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除了皇族内阁的成立之外，就是所谓的国会请愿运动为什么要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当时满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是要到1916年才完成所谓的立宪。对这件事情让当时的立宪派非常的不满，不论是海外的梁启超，或者是国内的张謇、汤化龙、陈德全这些人都觉得很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没有拖延的理由，因为我们刚刚讲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你为什么还要拖延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一些立宪派他们也非常急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一股非常庞大的激进主义正在中国国内不断的酝酿。告诉各位，这些人都是在地方第一线所以他们非常知道革命党在地方上的活动已经到了无法无天、非常猖獗的地步。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在他们眼中看来，革命党就是恐怖分子嘛，爆破、暗杀，对不对？攻击官署、抢夺枪械，什么事情都敢做革命党是没有底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认为说，你赶快立宪，立宪我们才能够安定地方的秩序各位，还有一件事隐然在背后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庚子事变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所谓东南互保。东南互保象征的一件事，就是整个地方分离主义以及分离的力量是非常庞大的当时立宪派这些人就认为说，你满清政府如果真的要维持帝国的统一，最好的办法就透过宪法以及议会的平台跟地方势力分享权力。简单讲就是你还是继续当你的皇帝嘛。当时梁启超跟张謇都说，你满清皇族八旗子弟还是继续享你的荣华富贵，没有问题但是把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从宫廷转移到国会各位，如果从中庭转移到国会，马上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事情呢？就是满清政府等于是实质的将政治权力交给了汉人。你也可以说这是权力和平移转，
张謇他们要的是和平移转啊，哈，但孙中山他们当然就是革命嘛，对不对？你和平移转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帮满清帝国保住江山。张謇他们的天真的想法是这样了啊，我告诉各位，立宪运动各省都有，但是还是以几个省比较重要。比如说南方来讲就是江苏，对，江苏我们不用讲了，长三角地区，对不对？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我告诉各位哈，各省的咨议局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乡绅、士绅们出钱所盖的，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模仿西方的建筑。1909年9月的时候，张謇就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而且刊登在全国所有重要报纸上，叫做《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有点长，但简单说就是张謇等不及了啦，就告诉载沣，而且也是给全国的公开信啊，请立刻立宪，不要再拖延了哈。随即，张謇就在9月底号召国会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联合组建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注意哦，他等于是逼满清政府就范，就是你不开国会，对不对？我们先联合起来，先组了一个地下国会，等于是这样的啊。不久之后中央资政院各位先讲一下，当时中国3级议会，中央是资政院，地方是咨议局另外还有县的议事会。不过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方的咨议局跟中央的资政院那资政院议员是由各省的咨议局议员自行选派，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江苏省有30个议员，再从这30个咨议局议员面，他们自己内部进行投票，然后来推派代表我这个省的省议会，对，到中央来组成资政院当时资政院的议员也组成了所谓的县友会，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串联而且声势浩大，一时间也让载沣吓了一大跳。各位，载沣认为自己是改革派，其实我们平心而论，他的确是改革派一直到1909年为止，载沣始终认为说，各省的咨议局议员，尤其你们张謇、汤化龙这些人，应该相信我啊！我接受梁启超的指导，对不对？基本上也跟你们合作无间。所以我说，1916年立宪这件事情，你们应该要相信我，是不是？该做的事情我都在做因为第一次国会请愿在1909年的年底开始之后，也让载沣吓了一大跳。他才发现一件事，局势比他想象的严重就各省的民意代表，就是我们讲的咨议局的议员，等于是告诉载沣，请满清政府立刻交出政权。虽然看起来很柔，但是内容是很硬的对。到了1910年的1月16号，在北京将各省的请愿书交给载沣，载沣一时之间就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各位，这一位摄政王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我本来认为汉人应该跟我很好的，就没有想到全部联合起来告诉我，叫我立刻交出政权，等于是这样各位，这件事情也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原本已经被压制下去满族中的保守力量又开始出来了你这汉人等于在逼宫，等于是这个样子，夺权啊！所以当时载沣就想了一个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很瞎的理由，他说国民治世程度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推广教育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各位，我们平心而论的确还没有完成但是就立宪派来看的话，我们懂教育就好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全国推广的工作可以以后再做，不应该作为阻挡的理由就这一次请愿被载沣拒绝之后，就宣告一件事，载沣正是由改革派被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这载沣完全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他竟然成为需要被改革的对象短短4个多月之后，1910年6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再组织各省代表进京。各位，这一次进京的规模比上次更大，上次进京就是各省几个代表，这一次进京规模大到150多人还包括国内几个重要学校里面的学者还包括许多工商团体领袖都加入到国会请愿同志会里面另外还有华侨代表也在这一次推派人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宁波、杭州，另外还有福建、广东这些地方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哇，各位，这个民意非常巨大，甚至有很多人是划破自己的手指，用写下血书告诉载沣，请立刻行宪，你不要再拖延了载沣到了这个时候，这一位一辈子平凡慵懒的贵族，各位，平凡慵懒不是我说的，是当时列强观察这一位摄政王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论。这一位平凡慵懒的贵族再一次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第二次的理由更瞎，他说财政困难。我跟你讲他不讲还好，他一讲立宪派会更气。
各省的省议会是我们出钱盖的，你还跟我说没钱，对不对？我们都愿意出钱的。各位，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每一栋建筑物，都是各省的士绅跟商人出钱盖的。你满清政府没钱，我知道啦，你当然没钱嘛。我们出钱可以吧？结果你还告诉我你没钱，所以不能立宪，这让你还是不能接受。2个月之后，1910年8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就我们刚刚讲张謇的组织，又再次召开会议。这一次推选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各位注意这个名字汤化龙后来在辛亥革命当中，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也是士绅领袖而且他本身也是学贯中西就在这一年的10月7号率领各省的代表团直接奔赴摄政王府。就直接敲载沣的家里的门你今天就给我一个交代。各位，这已经是来势汹汹了据说当时载沣已经派部队来保护他家了，而且所有满清在北京权贵的这些王府啦、这些府邸都派部队在门口保护。各位，这个局势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了结果载沣躲在家里面拒绝接见我要是载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他出来接了这个请愿书，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当场就要答应。对，你不可能接了不答应，没有空间。对，不可能你接了不答应，那就更糟糕你当时等于所有各省的代表，你给我一个说法，就在今天，到底要不要做不过载沣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就宣布将立宪时间从1916年缩短到1913年，制宪召开国会，然后准备设立责任内阁。这件事情让张謇、汤化龙等人还是不满意，他认为1913年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他们主张在明年，就是1911年，你就必须要制宪，就要在北京召开资政院通过宪法大纲。1910年的年底12月底张謇、汤化龙等人最后一次将请愿书交给了满清政府，依然受到载沣的拒绝。这件事情让立宪派大失所望这立宪派这些人大部分都在1910年的12月底到1911年的1月初离开北京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是满心的悲愤非常的生气。你满清政府竟然这个样子对待我们，连我们的请愿书都不接，你载沣连我的面都不见我们是代表民意你等于是公然与民意作对。各位注意，时间是1911年的1月，年底就要辛亥革命了所以立宪派的着急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还有一点就是立宪派，由于汤化龙这些人都知道一件事，满清政府在各省的新军里面已经有大量的革命党前了，所以他们知道问题马上就要爆发了1911年的5月8号，满清政府开始正式成立所谓皇族内阁，然后宣布军机处停止运作各位，皇族内阁一成立，真是让全国老百姓，不只是立宪派啦，连全国过去很多谨守中立的一些舆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内阁人选清单一公布之后，瞬间就让整个舆论交相谴责。为什么呢？各位，因为立宪派比较积极的敦促满清政府立宪的结果，是让满族权贵当中保守反动力量的声音又起来了就认为说你汉人在逼我们交出政权嘛。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所以第一任内阁总理竟然是由声名狼藉的这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我记得已经超过80岁的庆亲王奕匡来担任第一任的内阁总理。另外总共内阁成员有13个人，里面的身份跟族群的成分各有不同。在成立皇族内阁的同时另外隆裕皇太后，就是当时光绪皇帝的皇后，这个时候已经是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还颁布了内阁官制跟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就等于是整个内阁的行政法规也在这个时候颁布了。各位，当时的舆论交相谴责这个内阁除了说它是皇族内阁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封号更难听，叫做庆记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庆亲王嘛。为什么呢？因为庆亲王声名狼藉，以贪污受贿为当时国人所共闻而且非常讨厌他。所以他那个名单一公布之后，可以说大失所望让舆论感到非常的失望。OK， 是这个所谓的皇族内阁，我来做个补充当时呢，这个内阁的成员他有小的内阁，跟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名单这个是核心名单，13人里面大家看我们标橘色的跟黄色的，黄色就满族，蓝色是汉族，橘色呢是满族的外围，它这是一般的满族那大家来仔细看所谓的13人里面呢，9个满族
当中还有5个是皇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比例有多夸张哦。那再来呢，讲到奕匡哈，奕匡有多贪呢哈？清朝很多人都会贪污受贿，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的荣禄啊，或者是谁，多多少少啦哦。比如说还有人就讽刺李鸿章嘛，哦，宰相合肥天下瘦嘛，那到底他受贿多少？为什么？其实都是耳闻。但是呢，奕匡是正式的把所谓的贪污受贿，还真的把它给公司化了，他留下非常多的传说啊，告诉大家。对，所以呢，这为什么庆记股份有限公司会这么的臭名昭著？因为老先生懂一招，对，要想富啊，不是先修路，要想富呢，就什么都要纳入，就是大小兼收。对，其实我告诉各位啊，这个我们之后在讲革命运动之前，应该还会再讲到，就是说这个时候有声望跟资历来阻隔的人选，当然也很多了哈。除了我们刚刚讲立宪派跟满洲这些贵族之外，还有一股势力也非常庞大，而且洞见观瞻，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袁世凯的北洋派嘛。是袁世凯这时候虽然已经不在朝中了，但是他对当时的朝局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哦。不论是在朝廷里面，或者是地方的北洋军，都还是为他马首是瞻的哈。那我们就在想，当时有一个人其实就蛮有资格可以当总理大臣啊，谁呢？就是协理大臣徐世昌啊。各位，徐世昌在这之前是担任东三省总督，他的官品已经非常高了，正一品啊。对，正一品，而且他也是出国考察的大臣之一啊。对而且他当时跟着袁世凯已经很多年，然后他的声望也很够。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民国时期2度担任总统，就担任北洋政府的总统。他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元首。对，没错。那为什么最后竟然这一位资历跟声望都够的人，而且背后还有袁世凯的势力在支持的人，载沣竟然没有办法用他来当内阁总理？最主要原因，根据载沣在晚年的时候他自己回忆啦，他说当时整个满洲贵族当中弥漫了一股非常浓厚的气氛，就是惧怕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手上手握重兵啊。他说如果让袁世凯的人马担任的内阁总理，他们都认为整个政府很快就会落入袁世凯的掌握之中。不过我们事后100多年回来看，就算你不用袁世凯的人马来担任内阁总理，难道政府就不会落入袁世凯的掌握之中吗？所以这就是一个死结啊。那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难题，对不对？这也超过了这一位年轻的贵族载沣的政治能力跟他的声望所能解决的这个范围了哈。所以他面对的就是一个难题，你不给袁世凯，那还能给谁？那给满洲贵族。那满洲贵族当中，或者你说所有这些老臣当中，老的已经死了，对不对？小的还太小啊。载沣让他2个弟弟载涛、载洵、载泽这些人都还太小，都还没有能力来组织政府，对不对？其实载沣也不喜欢奕匡啊，几经商议，最后就选到了奕匡。但奕匡名单一出来，也就等于宣告立宪运动可以说几乎宣告失败了啊，因为整个统治等于是换了一个名目而已，就继续维持满洲人的优势哈，并没有把整个权力透过一个和平移转的方式移转到地方汉人这些士绅的手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危险的逻辑，什么呢？就是这也代表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即将在革命的火焰当中爆发。所以我们后面讲到辛亥革命，我们就会知道辛亥革命的模式就是革命党起义，然后立宪派响应，在地方组织军政府，几乎都是这样啊。这对整个后来的政局都发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啊，我们可以这样讲。是我们刚才讲奕匡的事情就已经是一箩筐了哈，果然这名取得还真蛮好的啊，真是一箩筐啊，一箩筐非常难看的啊。奕匡他贪，他的孩子更贪啊。哦，那这个很糟糕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奕匡已经是当时满族里面第一个，他不是没有能力，但他把他的能力全部点在贪污上面了。对对对，他是会办点事情的，但只能说这个时候的满族已经腐败到不行。对奕匡来讲，清朝存不存在不重要，我的个人荣华富贵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内阁基本毫无生气嘛。你如果说今天你的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还有一点能人在里面，那也就算了。那另外呢，一大堆皇亲国戚哦，先讲这些宗室好了。好，比如说这几个宗室到底能力行不行？我们说载洵，载洵其实太年轻了，他完全就是因为他是载沣的弟弟。否则他凭什么当海军大臣？也是光绪的弟弟嘛，是等于是这样，他就等于是光绪，他也是当今圣上溥仪的叔叔嘛，对，就是这样，等于是这样。他是有留洋没错，但是他的程度到哪里这是一回事。再来，我们看内阁协理大臣有2位，什么是协理大臣呢？
哦，很多人都被周星驰的电影给误导了哈。这个协理大臣那边摔着跑到这个飘香院、怡红院去之后讨如烟嘛哈，这个是错误的。协理大臣出现时间很短，他就是皇族那个讲白了就是副总理啦。那你看副总理用2人，你的总理大臣已经是满足了，结果你的副总理大臣，好，也就是协理大臣，一个是纳童，一个是徐世昌。纳童是谁？叶赫那拉氏。对，那惨啊！这代表的是叶赫那拉家就慈禧的势力嘛。虽然慈禧已经不在，但叶赫那拉家的实力还在嘛？因为隆裕太后，她就是叶赫那拉家的人嘛。对，她是慈禧兄弟的小孩。对，就叶赫那拉氏，就慈禧的子女嘛，等于是光绪的表姐啦。对啊，是这样。他爸爸就桂祥嘛，就是慈禧的弟弟嘛，对不对？弟弟。所以，就这个皇族那个名单一开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引起当时人这么大的一个震动？其实原因要在这里。还有呢，跟所谓的立宪派比较接近的是谁呢？在这里面被排到下面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盛宣怀。对，最接近是盛宣怀，没错。但盛宣怀被丢到下面去了。对，所以这就变成说，今天你这个内阁是根本跟当时的民意是完全脱节的。所以刚才学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时所谓的立宪派诸人哦，他们组了好几次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而且我告诉大家，当时你在组皇族内阁的时候，抱歉，资政院已经在开会了。对。他们认为他们是全权代表民意站在你的面前，结果你开出来的内阁应该对议会负责。哎，那个就很妙哦，突然之间大家突然懂民权了，你知道吗？对，没错，代表说这个其实已经酝酿非常久了啦。就梁启超等人的工作是非常成功，至少在有识之士，而且地方上的串联已经完成了。是的，哈。所以那个分离主义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你的皇族内阁并不具备民意，而我资政院具备民意。这一个资政院后来这一些来开会的代表，很多到了民国时期啊，都成一方大佬啊。是的，没错，因为他们都还是政要哈，然后很多人就参加了，不管他是参加了北洋政府，或者是参加了南方的广州军政府，就是孙中山后来组的，后来南北对抗嘛，不管在哪里，他们基本上都影响力非常的巨大。因为他们就是在清末真正第一批出来玩所谓的宪政、玩政治的人。哦，这一点大家了解，就是说立宪运动之所以重要的点在哪里？它其实对于民国初年的整个政治的格局影响是蛮深远的。这是过往的研究相对没去重视这个脉络。我们常常把1911年一刀切嘛，就是中国帝制到此结束。但事实上，所有人都是延续的嘛。对，其实完全不是，是完全延续下来的，没错。随便举一个人呐，这个时候已经罢官了陈春轩呢。陈春轩到民国的时候。7总裁之首，对，还是南方军政府的领袖啊，没错啊，搞得孙中山很不爽，因为国民党讨厌他嘛，然后共产党也不见得喜欢他，所以他后世被研究的就少一点了哈。对，但整体来讲呢，哈，大家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个脉络？脉络很重要，就是这样，就是从皇族内阁的这个脉络你来看就懂。然后后来盛宣怀其实就被罢官了嘛。对，没错。所以你可以看到排他性很强。对，而且你看哦。从07年的下半年，对不对？到10年的年底，各位也不过就是2-3年的时间呢。是，整个立宪运动就走向崩塌，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状况已经紧绷到什么地步了哈。就以载沣为首的满清政府竟然被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这个是让载沣他本人完全没有想到的。载沣后来事后在民国之后，他有接受过很多访问，他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著作了哈，他都有讲到。他说，他认为他完全是在推动改革，可是他完全低估了当时立宪派以及北洋派，还有北洋派渴望夺权这个夺权也要括号急切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完全是低估了。我们也可以说他欠缺政治经验，我们也可以说他夹在整个满洲统治集团跟我们刚刚讲北洋派还有立宪派的中间，左右为难他这个位置的确也不好做。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他的确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政治威望分2种，威望很重要，威望很重要。另外一个是什么？政治威慑，这2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有时候是一体两面的。慈禧在1908年的薨逝，其实我认为也是给满清政府最后一记丧钟啦。为什么？没错，因为再也没有人会让这一些，包括像袁世凯这一些立宪派的人会害怕。对，慈禧会动刀，但是载沣下不了刀。这是一个很重要，慈禧说杀就杀，戊戌6君子通通砍，对，他还管你那么多嘞。所以八国联军快打到北京了，他都还在杀，他在北京砍人，你就可以对啊，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慈禧太后为了权力是心狠手辣嘛，这就很可悲一个事情嘛，就是
晚清最后的朝廷之所以会有乱局，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是因为慈禧的权力的不正当，所以他必须不断的透过压制光绪皇帝。光绪在位34年，就是34年的傀儡，只有100多天不是傀儡，而且那只是半个傀儡，还不是完全脱离。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慈禧太有畸形的发展，但是也当晚清风雨飘摇的时候，急切改革的时候，慈禧放了权，但慈禧还没死，所以拿他没辙。是的，对，所以这其实是有整个脉络是这样。那另外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个点是说，在这整个局里面，立宪派最后的全员倒戈，其实也是因为载沣他在处理什么叫做民意代表这事，他没有真正的理解现代宪政，他没有真正理解。其实载沣常常让我理解到一个谁哈，我相信学长一定很熟，俄国的沙皇，改革者亚历山大2世，非常像哈，最后他也死于改革哈。对啊，没错哈。那当然了，我们把这个立宪运动推到这里，大概大家已经知道结局到了哪里了。那最后还有几个点来请教一下学长啊，就是说，在当时的背景思想里面，立宪派之所以着急，有一点是因为革命派崛起的实在是太为迅速了。对，没错。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整个革命党迅速的壮大哈。压迫到了整个立宪派的空间。那另外是新思潮的诞生哦，有一位很有名的思想家叫严复啊，也在这个时候呢创造了他巨大的影响力哦。那这里整个当时社会的背景思想脉络是什么 push 着这些立宪派如此的火急火燎？好，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制度面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制度面背后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思潮在背后支撑嘛，它才能转换成一种制度面的改革的力量。我告诉各位，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2股思潮在全世界各地蔓延也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这时候在讲中国的立宪也好，中国的革命也好，都不能跟整个世界的大脉络脱离。就是我们上次讲日俄战争的时候，也是用这样一个逻辑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19世纪后半段之后，整个全世界都陷入了激进主义的思潮。那激进主义的思潮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说，就是把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丛林法则，用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跟历史发展。各位，其中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当时的英国的学者，叫做赫胥黎。赫胥黎就是完全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挥到极致，所以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天演论》。天演论里面就是在讲一点，就是说，如果所谓的落后的民族，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上所谓文明的角度，我们先强调，这时候英国人是殖民主义非常兴盛，可以说全盛的时候。那按照英国的标准，所谓的文明就是你必须要学习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跟意识形态。再讲白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变得很像欧洲，否则的话你就会被淘汰。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都知道，日本嘛，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你要不然就是接受殖民被统治，要不然就是被灭亡所以当时赫胥黎这本书出来之后，最后是由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其实严复我们之前就已经稍微提过他了严复就在20世纪初把这本书翻译完成。严复在20世纪初完成了2本很重要的翻译，一个就是赫胥黎的我们刚刚讲的《天演论》另外还有一本就是英国人米尔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思想家所写的《自由论》当时严复把它翻译成叫《群己权界论》。这2本书等于都给了中国当时很大的一个启发，尤其是《天演论》。严复就在《天演论》的序里面就告诉全中国的同胞们，如果中国不能够跟上文明的脚步，不能够自我改革、自我革新，那中国这个民族会亡国灭种。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我们知道一件事，这时候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时候欧洲陷入一个激进主义的风潮。那欧洲的激进主义风潮当中，又可以分成2大股，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种族激进主义。种族激进主义，除了我们刚刚讲赫胥黎的这种理论之外，各位当时整个东欧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当时的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都已经开始对犹太人等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迫害我告诉各位，沙俄的几任沙皇都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当时的奥匈帝国也一样，也对犹太人有各式各样的各种的迫害，所以犹太人当时在东欧的处境就很艰难。那是不是都只有针对犹太人？也不是比如当时的奥匈帝国也对巴尔干半岛上面的斯拉夫人，就是塞尔维亚人
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限制哈，比如说强迫他们学德语，强迫他们要放弃东正教的思想跟东正教的信仰，这一些种种的这些限制。亚美尼亚大屠杀，对亚美尼亚大屠杀，对鄂图曼帝国做那惨绝人寰的事情。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各位，纳粹主义的诞生的根源，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就是从19世纪这种东欧的极端种族主义所研发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所谓的激进主义的第一股潮流，就是我们讲极端的民族主义。另外一股就是极端的阶级主义。各位，这个时候在1848年马克思发布所谓的共产主义宣言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就开始在欧洲各地开始逐渐蔓延起来了我们必须要讲，这时候欧洲是工业革命进入到高潮，也的的确确当时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以工人为主工人受到剥削最严重的时候这时候各国的工人也开始进行各种的运动，比如工会运动啦、罢工啦，那各国的政府也进行不同程度的各种的弹压那这两股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把自己对立面的阶级也好、民族也好，彻底屠灭、完全消灭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各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很简单，就是将资本主义世界彻底砸碎嘛。简单讲建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新时代，那中间必然会爆发流血革命，这是一定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所以各位，这股思潮转过来之后，延续到我们刚刚所讲，像严复他的天演论其实就是极端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一员另外在革命党方面，因为我们知道革命党许多人都是在日本留学，当时日本是大量从欧洲翻译各种的文献资料书籍等等所以当时革命党也开始有这样子非常激烈的主张，比如说当时革命党内部3本非常有名的革命册子，比如说周荣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示钟》这些书籍，这些书籍现在在坊间你要买到独立本有点困难了，不过你去图书馆找那个革命文献的合集都找得到。各位，你如果去翻，你会赫然发现一件事，这3本书都有2个重要的主张。第一个就是主张把满洲人在中国做一次彻底的清算，简单讲，屠满主义、复仇主义就是要把自从满洲入关以来杀汉人的种种全部写在血肠。各位就很可怕如果新的共和国这样搞的话，那就是千千万万人头要落地了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们认为你要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党，必须要做到什么事情？周荣在革命军当中立下一个很标准的、对，很悲壮的一个界限。周荣在革命军讲，革命党人必须要做到2件事：一舍身，二毁家。什么是舍身呢？就是你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你这条命就是完全献给革命你就不能再有任何个人的理想跟个人的打算。为了革命，你这条命必须要豁出去，为了革命做最大的牺牲什么是毁家？就是不单只是你自己投入革命而已，你的身家、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所有的一切都要全部投入革命当中，只为了一件事：建立新共和国，建立新国家所以为了建立新国家，必须要流血，必须要毁家，必须要把个人跟所有的身家性命财产全部牺牲在革命事业当中。各位，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激进主义的主张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立宪运动，各位，立宪运动走到最后，走到了失败的边缘，其实也就是代表激进主义，或者你说这一种非常巨大的这种革命的手段之下，种种的一些冲击跟现象就即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近代史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是觉得很遗憾因为和平改革这条路没有走通中国最后还是落入了激进主义的框架当中。OK， 最后我们检讨一下，那为什么立宪运动会失败？当然它有很多的背景思想但我们花了整整2期我们来做了立宪运动的讨论，其实也想要知道说，中国为什么在这一条温和改革路上是走不通的？我们刚才提出了很多理由，但是总结来讲对于整个当时的中国的格局里面，有一些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的状况，所以使中国没有办法像英国最后光荣革命嘛，不流血，这样的方式渐进式的改革，而是走向了像法国一样非常激进的，不断的流血，然后混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梁启超在立宪运动的时候，就曾经在东京写过公开信，告诉革命党，如果你们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所谓的共和国的话，那中国必将大乱一甲子
很不幸，好像是说对了。梁启超是预言家啊，对，没错。他认为旧的秩序崩溃之后，新秩序没有那么容易建立。是哦，而且另外一个很讽刺的嘛，当时载沣说我1916年我要立宪，对，结果清朝先灭亡了，没错。但1916年真的有人在君主立宪，那个人叫做袁世凯，鸿渐帝制。所以这时代很讽刺啦，充满吊诡啊，充满吊诡啦。但我认为啦，立宪的失败有一个关键啊，就是立宪失败它勾起的是什么？满汉冲突啊，就是说，没错，权力无法和平的移转，而无法和平移转的中间呢，有一个关键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是满人，也就是载沣本来是个开明派，他希望的是满汉融合。可是最后他所开出来的内阁名单，汉人受到极大的压制啊，所以满汉在立宪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再次形成一种冲突。你可以看到保守派的像纳同这种的重新的占据了高位，而且极有影响力。反而呢，本来应该是比较温和的，像端方就没被放进来啊。对，端方那么重要，对，没错，是，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只能是这么来讲了哈。那对于立宪的失败，学长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好，这立宪失败当然原因非常多啦。刚刚学弟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满汉的矛盾无法获得调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满洲的统治集团始终有非常大的一个权力危机感，而且这个危机感是从满清这个王朝建立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满汉的矛盾另外还有我们在内容都讲过，这边再做比较清楚的总结。首先第一个就是权力结构调整的失败因为当时以载沣为首的这一些满洲的权贵非常惧怕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必将夺权，因为袁世凯手上拥有最终极的暴力北洋军，对不对？所以袁世凯这时候已经号称被驱逐出京了，但是他在北洋军当中的影响力丝毫不减所以载沣非常害怕这件事情，也不止载沣啦，当时几乎所有满清贵族都害怕，包括端方在内都有这个疑虑那如果我们把政权交给了汉人，我们没有办法紧紧的抓住政权的话，那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北洋军会对整个王朝有不利的行动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地方的分离主义是始终存在的，而且在庚子拳乱之后，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之后，地方分离主义这个架势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满清政府已经管不住地方了。如果你不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权力分配，建构一个平台，让中央跟地方在这个平台上经由宪法的规范和平分享权力的话，那国家必然会走向四分五裂。这一点是载沣等人始终没有真正去意识到的就是说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好，那地方一旦发生革命，那满清政府就完全没有办法管得住，因为地方势力就是这些李贤派这些人不跟你合作了嘛，他转而跟革命党合作，那你这个帝国就瞬间瓦解了。所以我再讲一次，这是一个政治的死结，对不对三个死结扣在一起，要载沣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该怎么办？那最后结果他就只能坐待革命爆发，然后整个王朝的崩溃，几乎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只能说载沣就是一个崇祯般的角色，很类似，对，没错。他的平庸，他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局限。他有心想做，但他无法超越他的身份的极限，所以内部的皇族势力非常反弹他。那他的威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他想要他的改革。最后是他的见识，他没有预见到立宪的最终结果就是他将失去权力，但是他将保留身份。他没有一无所有，但他所想拥有的都不会再有。好，这个就是为什么叫悲剧，因为如果他超越他那个时代，他就做得到。对，但他没有超越，他就是个太平王爷嘛。是的，以后，所以他做不到这也是立宪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当然，关于立宪运动，它还有很多的背后。我们这一次袁世凯派讲的很少，后面呢，我们会针对袁世凯的问题，针对革命党的问题我们再一一爬出。因为这时候其实是多线并进是的，又交织在一起，非常难解释但是我们呢，再好好来这样子讨论尤其是慈禧的死亡我们很值得花一点专章来讨论这件事情对，很有意思。那关于后续故事呢，同一时间革命党在做什么？袁世凯在做什么？慈禧太后在干嘛？我们要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师徒思明系列，我们的历史讲坛，继续来跟大家做解析了好了，今天最后还是请大家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呢，可以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或者是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
可以呢继续的来跟大家讲好的故事啊，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啊。那我们这个系列呢，原则上呢就是周六会来更新哦，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我们今天谢谢学长，谢谢大家，好，下一期相见，拜拜。拜拜。